我是伍思爱，然后我的族语名字的发音叫伍塞高路，是阿美族。刚开始拿到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还蛮开心的。第一次听到齐豫老师诠释这首歌，跟这首歌的他比较诗词，听起来在音乐性上其实很像是在唱族语歌，在唱古调的时候的那种感觉，好像还蛮贴近的，因为很喜欢这样子的氛围。那词也很简单，也很好记。要怎么样可以诠释一个可能我们说老歌新唱的，我们要怎么样符合现代的味道，又再加上还有一个门槛是我希望可以加入原民的元素，怎么样让这首歌赋予它感觉有我们的意思。所以在编曲上我觉得也很感谢有这样子的机会可以让我们玩，让我们 try。 族语歌要碰撞华语这件事情，有时候对大家来说会是一个会有一点点消费，有时候在某些层面上，但是我换另外一个角度再去思考不同文化的碰撞，那也因为有这样子的碰撞，所以 maybe 可以让更多人知道说不一样的聆听。对，我自己觉得华语对我来说，以前小时候在那个部落长大，然后长辈很喜欢给我听邓丽君啊、南方二重唱，就是真的很怀旧的歌，所以对我来讲，它带有一点点念旧，跟我在唱这些歌，希望长辈们能够开心。有时候其实跟族语歌会有一点点相似，就是我流行华语接触的时间比较晚，刚开始听到的时候，其实都是这一类的歌，凤飞飞的歌啊，这种我就会，我有听过这首歌耶，然后我会问我身边的朋友，他们是说没听过。身体里面住了一个老灵魂。后来参加一些歌唱比赛，好声音啊，或者是星光大道，我就开始发现华语它可以有很多元的声线的发展，它可以是流行歌，比较像外文那种音乐很广的，但它也可以是很爵士，也可以有京剧，也可以有一些少数民族的唱法，所以我就觉得还蛮有趣。对我自己来讲，族语歌可以广也可以很细腻，可是因为词汇跟咬字的关系，它就会比较没有办法可能表达的够直接，因为它比较是意境。我开始唱歌好像就是从一台那个蓝色小货车开始，因为我们在部落的时候，以前很常办家族的宗亲会或者是婚丧喜庆，那我们没有特别的所谓的婚宴会馆，以前在部落就是蓝色小货车打开，然后红色的那种红毯的红布就放上去。我觉得我也很幸运是有这样子的童年回忆，可以跟长辈们可能边播莲藕，他们就会听他们在唱歌，慢慢学了以后，他们就婚丧喜庆就是我再上去唱歌，然后我就先唱族语歌、华语的老歌，不知不觉的参加了一些歌唱比赛。小学是跟爸爸参加那种族语歌为主的，我甚至还有唱过台语，就是那种做亲子的那种。后来大家就会觉得好像伍塞会唱歌，就推我去参加很多的比赛，就是也幸运的成绩好像也还不错，就不咚就掉进来了。国小的时候也有人找我们录制那个教材，所以那个时候我开始接触我进到录音室，可能有唱片公司邀约，所以我以前我的第一个唱片公司是我小学6年级的时候，叫做8866，但我不知道，因为我很怕那个大家听到就想说8866，那个时候8866里面有中国娃娃，就是那一个时期其实都是在翻唱外文歌转成中文歌居多，然后发行专辑。所以有时候我在想说这个机遇还蛮妙的，如果那个时候出专辑的话，那可能现在就不太一样，又或者是真的发行了，那我现在是不是就不会再唱，也说不定。我觉得我是蛮早就有意识到说我想要当歌手、歌星、大明星的那种这个概念，所以我是小时候就比较有确定方向，那也一直都在这条路，只是说中间可能有一些过程让我不想唱，那后来我也觉得蛮神奇的，就是我的信仰就带我去到唱音乐剧，怎么好像还是在这个音乐领域当中，慢慢的才觉得我可以做自己的创作，然后创作自己的族语专辑这样。
国中高中我就开始写一些歌，拿课文，因为要背课文嘛，我就会开始用唱的，觉得还不错，我就每天自己听，我就课文就背下来。然后再来是周边的朋友们，就是看看他们写的日记啊，跟一些诗词，我就说那我们来玩玩看，我们来写歌。一直到我去参加好声音的时候，蛮妙的那个想法就是扑咚突然打开，是说每个人都很厉害，声音也都很好，可是怎么样保有自己，找出那个自己的特色，跟自己最想要做的。国中的时候，我毕业的时候找那种老师是做纳卡西，原名有时候在做音乐的时候就是一台 keyboard， 然后上面对我们就可以直接找老师，我就说老师我要唱这些歌，你帮我录成一张专辑，我就自己去压光碟这样。我好像打从心里面还是告诉我自己很想要做族语专辑，所以比赛完之后就是会突然有一个感觉说伍赛你好像应该要做属于你自己的歌，你要唱出你自己的味道。在创作族语歌的时候就会发现刚开始会是一个使命感，我希望可以传承，但一直到现在慢慢的会觉得我要内化，因为如果是我的语言是我的母语的话，它应该会更生活，再更往里面走一点这样。目前做族语专辑这条路上，我觉得我碰到的很大的关卡是我想很多，然后我想要表达的很多，讲的东西很广。那现在你跟自己再更多一点点内在的对话，在创作里面你要再更挖再更深的时候，那每一首歌写出来或者是一个作品出来的时候，你才会啪比较打得到。现在对我来说是一个可以在沉淀，尽量用减法，无论是感受生活也好，或者是在创作里面就是再往更里面走。无论是这张专辑或者是从以前到现在这样累积，那感谢就是在今年被更多人看见，被更多人听见，使命感跟责任感好像又会有一个连结上，就是我希望我更能够成为那一个诉说故事或者是传承的人，就是可以当中间的一个桥梁。我怎么样可以在无论是传承者也好，或者是我现在所在创作跟传唱的东西，都可以成为大家某一种的寄托吧，更内化。我也想要很了解自己跟认识自己，比较不太像以前一样有什么就冲，现在反而可以好好的去筛选想要讲的话。像这次录答案这首歌的时候，也是在每一次在 try 在玩的时候，就会觉得第3、4次第5、6次就是会越来越有不一样的感觉，然后跟彼此之间创作者的碰撞啊，这样子。我其实好像也是到今年开始有一些演出的时候，我才在中间慢慢的调整那个状态。以前在面对观众，我就是一个带嗨带大家开心，可是现在我发现我自己每一首歌我在传递的时候，毕竟唱的是族语歌，怎么样可以在这个音乐里面还没下歌之前，我先给大家一个 picture， 就是有一个画面，那让大家可以进去。可是有时候甚至可能不说话，我们就用音乐去带，也是在制作音乐专辑的过程当中，有时候在创作的时候，在那个当下，我的脑海有时候就会已经想好可能它画面会怎么走， MV 的画面会怎么走，或者是那这首歌如果我在舞台上要表演的时候，我可能要怎么呈现，编曲的想法起承转合可能先稍微想好。我觉得那个真的是要角色一直狂互换的过程中，但也因为这样子养分很多，越来越贴近可能自己最后在舞台上想要呈现的样子，能够有这样子的碰撞，挑选了这首歌，我觉得它是一种缘分能够接到这首歌这个球，我觉得它是一个重量，当加在你身上的时候，怎么样可以内化变成是属于自己的那个感觉。但我后来也有去做了一些功课，关于这首歌的想要表达的意思跟意义，天上的星星跟地上的人们，包括拥挤疏离，它其实是一个心理学的一首歌，所以就觉得还蛮符合我现在的意境跟感觉，也很希望未来有更多的演出可以在不同的舞台上唱这首歌给大家听。